我刚才在饭店真的太尴尬了。快说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呢？我只是想点菜，但我发现错了。难道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词？对呀，我以为那是在说天气好。哈哈，中文的词确实有很多用法。第一个词是随便，我以前不懂。这个词是社交口头禅，很有趣。朋友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随便。然后呢，他是不是有点生气了？他觉得我完全不在乎他的建议。其实随便意味着信任和自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能让气氛轻松。没错，第二个让你惊讶的词呢？辛苦这个词改变了我的看法。这个词很有温度，能拉近距离。我说辛苦了，服务员笑得很甜。因为你看到了努力，让他很温暖。以前我只会说谢谢，现在不同。确实如此，这是对他人的尊重。第三个词是缘分，非常浪漫。缘分能解释很多奇妙的事情。以前我觉得是偶然，现在不是。有了这个词，你会珍惜每个人。我们能在这里聊天也是缘分。听起来你已经掌握了它的灵魂。第四个词是讲究，要热爱生活。我猜你一定是在吃饭时学到的。对我的邻居做饭非常有讲究。讲究是对生活质量的一种追求。我开始收拾房间，生活变精致。这是一个词带给你的巨大变化。最后一个词最厉害，就是意思。意思这个词有很多种含义，对吧？我学的是有意思，非常深刻。是的，有意思的是让人思考。我发现中文的魅力在小词里。这5个词让你看世界的眼光变了。没错，我觉得自己像个中国人了。以前我觉得很难，现在很好玩。因为你开始用心感受字的生命。刚才在饭店我交到了新朋友。真的吗？快说说那个新朋友。那个大厨夸我说话很有中国味。这对学习者来说是最高的评价。我以后还要多发现这种词语。只要你观察，到处都是新发现。今天的对话有意思，我学到了。让我们带着这些词去冒险吧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缘分这个词怎么解释？这是一个很难用外语翻译的词。刚才那个厨师也提到了这个词。因为你们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。他说我们能聊天就是有缘分呢。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奇妙和温暖？是的，这让陌生人瞬间变成了朋友。中国人很看重这种奇妙的连接感。我现在觉得这个词充满了浪漫感。既然说到这，你听过凑合吗？听过，但我一直不太明白它的意思。比如，你觉得菜不好吃，但还能吃下去。哈哈，就像我昨晚做的那个土豆丝。没错，你当时是不是觉得还能凑合？可是大厨说，生活不能总是凑合着过。哇，这位大厨真是一个生活哲学家。他教我要用心对待每一顿饭和生活。这就是中文词语背后的人生态度。我突然觉得这些词都活在生活里。你在超市里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？
有啊，我那天听见有人说没门儿。那是因为有人想插队被拒绝了吧？那个阿姨说话的样子真的很有气势。没门儿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地道？比起直接说不行，这个词更有力。换作是你，你敢对别人说没门儿吗？哈哈，我现在可能还需要一点勇气。别担心，这就是语言带来的底气。对了，我发现中国人很爱说意思。哈哈，这个词能写出一篇大文章。不好意思和有意思我都懂了。那你知道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吗？这难道不是重复2遍意思吗？在送礼时，这代表一点小小的心意。这种表达方式真的太含蓄，太有趣了。这反映了中国文化里的谦逊和礼貌。难怪朋友送我茶叶时也这么说。当时你是不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？我还以为他要跟我解释茶叶的意义。这种误会其实是学习中最棒的部分。是的，误会解开后，印象反而更深。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深刻的词语，我觉得我的脑袋现在已经装满了。还有一个词，我打赌你绝对没听过。快告诉我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学了。那个词叫做接地气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起来好像是脚踩在地上的感觉。差不多，但它形容生活非常真实。就像我们在街边吃烤串的那种感觉。没错，但如果这个词用在职场呢？职场上也需要脚踩在地上吗？是指老板说话很实在不虚伪。哇，那这样的老板一定很棒。我以前带过一个外国的经理。他是不是总在办公室说外语？他为了接地气，去食堂吃稀饭。哈哈，这真的非常入乡随俗。员工们觉得他瞬间变得亲切了。看来这个词很有中国式的人情味。这比开会讲大道理要有效果。那如果员工犯了错，该怎么说？有个词叫心很大，你听过吗？心很大是指他非常有爱心吗？其实是说一个人不计较，很粗心。哎呀，这种性格在职场很危险。我朋友把重要报告发错人了。天哪，那老板一定非常生气吧？结果他居然还开心地去喝奶茶。他的心确实大得像一个操场。这种心态有时候也是一种保护。你觉得这种心大的人值得交吗？关键看他在重要时刻靠不靠谱。靠谱，这个词听起来很有安全感。在中国，这是对人最高的评价。为什么大家这么看重这个词呢？因为这代表了信用和办事能力。这就像古人说的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。没错，这深深根植于儒家文化。哪怕能力一般，靠谱也很关键。一个靠谱的朋友胜过黄金万两。但有时候做事不能太完美吧？所以我们常说，先凑合着干吧。凑合，这是不是指勉强可以？这里的凑合其实是一种生活智慧。我上次去面馆，只有板凳能坐。那你当时是不是觉得太简陋了？老板说：“凑合吃吧，味道第一。”
结果那碗面是不是味道惊人？真的很好吃，环境确实不重要。这就是中国人灵活的处事方式。感觉中文里每个词都有故事。还有个词决定了我们要不要见面。难道是传说中的那种缘分吗？缘分这个词真的很难翻译准确。我觉得它像是一种神秘的吸引力。我们能在这聊天也是一种缘分。这种无法解释的巧合太奇妙了。可是，如果缘分尽了，该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。其实还有一个词能化解这种尴尬。快告诉我，到底是哪个词这么神奇？就是随缘，听起来是不是很佛系？随缘这两个词，感觉心态一下变好了。既然没办法强求，那就随他去吧。这让我想起上次弄丢钥匙的时候。丢了钥匙还能随缘？你心真够大的。我找了半天没找到，只能随缘了。结果呢？是不是第二天就出现了？没错，它就在我另外一个口袋里。这种感觉就像是生活给你的惊喜。这种心态真的能减少很多生活压力。还有个词，中国人几乎每天都在说。是不是那个总是挂在嘴边的没事？对，这两个字包含的意思可太多了。别人踩我一脚，我说没事是礼貌。但要是女朋友说没事，你可得小心。哈哈，这种时候没事就是有事。你得赶紧想想，刚才是不是做错了？这种语境下的潜台词真的太难猜了。这其实体现了中国人表达的含蓄美。大家觉得这个词在什么情况下更合适？也许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密码。刚才说到含蓄，我想到了另一个词。难道是经常在聚餐时听到的意思？没错，意思意思到底是多少意思？这个问题太经典了，简直是文化考试。比如送礼物时说这只是小意思。这里的小意思其实是表示心意。感觉这个词能让礼貌变得更有温度。但要是领导说你有意思就麻烦了。怎么说？这难道不是在夸我幽默吗？那得看语气，有时候是在暗示不满。中文的博大精深就在这些细节里。以前我有个外国朋友也遇到过这事。他是不是把意思理解成别的了？他以为朋友请客是想找他借钱呢。哈哈，这误会可真是闹得太大了。所以理解文化背景比记单词更重要。说到背景，你知道红包的来历吗？我知道，是为了赶走那个叫祟的妖怪。现在的红包不仅是钱，更是重社交。抢红包的时候，大家真的非常开心。哪怕只抢到1分钱，也觉得运气好。这种热闹的氛围才是红包的精髓。感觉我们聊的这些词都非常接地气。只有走进生活，才能真正学会中文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更有趣的职场词。是关于同事关系，还是关于加班的？它是那种听起来好听，但实际很难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先保个密吧。哈哈，其实这个词就是画饼。画饼，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
他的意思可不是请你吃饼的意思。我猜是老板给你许下的美好愿望。对，但这些愿望通常都很难实现。这让我想起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。你的老板也经常给你画大饼吗？他说只要好好干，明年就买大房。结果到最后连个像样的奖金都没有。这种心理落差真的让人挺难受的。可是为什么大家都爱用这个词呢？可能是因为它形容的太生动形象了。把虚构的蓝图比作吃不到的饼。这种含蓄的表达真的非常有意思。在中国职场，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化。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老板诺言？估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大饼吧。说到诺言，还有一个词也挺有趣的。难道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内卷？没错，这可是现在的社交热词呢。我觉得内卷就是一种过度的竞争。就像大家都在跑步，却没人能停。所有人都在努力，但谁也没受益。我朋友公司就是全员都在比加班。明明工作做完了，也得坐在那儿。这种为了竞争而竞争的感觉太累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提倡躺平。躺平是想从这种竞争里跳出来吗？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自我调节。但在父母看来，这可能是不思进取。这就是代沟带来的不同文化理解。年轻人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。说到代沟，你听过给力这个词吗？这个词好像已经流行很多年了吧？它是形容某件事做得非常出色。虽然简单，但表达的情绪特别满。在球赛现场喊给力特别有劲。你知道这个词甚至还有英文翻译吗？这种中式英语反而被大家接受了。这就是语言在生活中不断进化的美。生活中还有些词听着像是在骂人，比如那些带点方言味道的词语。比如北京人常说的那个不练，听着挺凶，其实是说不在乎的意思。第一次听时，我还以为对方生气了。这就是方言融入普通话后的魅力。不同的地方对同一个词有不同理解，所以多走走，才能更懂地道的中文。不过，接下来的这个词会更烧脑。看来我们要聊聊更高阶的中文了。咱们来说说最烧脑的意思吧。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变化可真多。比如，我送你礼物时会说小意思。这时候你是想表达这不算什么。可是，如果你说我够意思呢？那是在夸奖你这个人非常讲义气。还有那个让人头疼的没意思。对，那是说一件事特别无聊乏味。最难的是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听起来像是在客气，也像在生气。感觉一个词就能涵盖所有的情绪。这正是中文最让外国朋友着迷的。接着，咱们再聊聊折腾这个词。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动感，很有劲。它可以指一个人没完没了做杂事。比如周末在家把家具搬来搬去的。那种状态真的就是在那儿折腾。这种折腾有时候让人觉得心好累。
但在创业者眼里，这也是一种奋斗。哪怕最后没成功，也没白折腾。生活如果不折腾，可能就太安静。这词儿里藏着中国人。